大家来做客，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来自一所大学大众传播学系的玉静。今年夏天，一所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的同学们从台湾飞到了阳光普照的马来西亚梅里，在沙捞越留台同学会学长学姐们的热情引导下，我们要逐步寻找南洋的客家足迹。那前几天呢，我们有拜访了梅里的客家工会，我们发现他们在时代的转变中，其实他们也很努力的在守护着这些传统。而在客家工会当中呢，也有一群人，他们正在默默的为文化传承付出一些心力。他们就是客家工会的青年团。那今天我们非常开心的邀请到了这群青年当中的领头，他就是客家工会青年团的团长杨万勇团长。我们欢迎杨团长。Hello 大家早上好，我是梅里客家工会青年团团长杨万勇。哇，今天非常开心的可以邀请到团长来我们家做客。对，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就是想要先请团长简单的跟我们介绍一下青年团平常主要是在做什么的。OK， 像我们这边的梅里客家工会青年团呢，我们都会主办一些像文化活动啊、运动啊之类的东西啦。像我们过去主办过的活动，就是比较多是朝向文化方面，就会有主办一些像客家的美食节啊，给民众品尝各种不同的客系的食物，也有举办一些像挥春比赛啊、填色比赛啊之类的，当然也有主办一些像讲座之类的，就是客家讲座之类的，然后一些文化的交流晚宴的东西啦，还会主办一些关于公益的活动咯，就是可能像捐血活动啊，帮助贫穷的家庭这样分发物资给他们之类的都会有。哦，原来那其实现在我们大家好像都会说，就是年轻人扮演着文化传承很重要的一环。那他们也都会说，就是我们年轻人是社会创新的动力。那团长你是怎么看待这一句话的？可能它不是一个口号啦，可是它是一个就是年轻人一个责任感跟传承文化的使命了，就是讲我们年轻的一代要把这个客家的文化一代代传承下去，就是可能是我们是一个传承者的任务，要把我们所知道的东西传给另一批的年轻人，再有另一批的年轻人再继续传承下去。因为我觉得现在蛮多的年轻人可能他们对这个自己籍贯的文化可能会有些不了解，因为像我们在一个工会里面，像年轻的工会他们就会比较脱节一点，因为他们现在年轻人加入工会没有什么很大的兴趣，所以你看到一些客家工会也好，其他工会也好，都是比较年长的，可是年轻的会比较少一点，因为他们都不太喜欢加入工会组织。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边很多工会都会讲我们要招募年轻人，不然就会出现青黄不接的问题，所以就是这是其中一个问题。所以在现今在年轻组织里面，他们主要的使命就是一直要号召年轻人，然后跟他们讲解这种文化的东西，不单只是客家的文化，像其他籍贯也是一样面对这样的问题。所以年轻人最主要就是要教导他们的孩子什么东西要跟他们讲，因为现在蛮多人都不大懂这些我们以前的历史那些文化的，都很多是不懂，尤其是年轻的一代，所以这个要很努力的去推广其实像台湾也是这样子的情况，因为像最直观的我们的算是我们的方言就是闽南语嘛。其实现在我们年轻的这一代也不太讲闽南语了。是，就像我们这边，我们有很多籍贯，有客家，有福州，可能福州人他们不会讲自己的福州话，他们是讲华语的。像我们客家有新的一代，他们都不会讲回自己的方言，他们都会以华语来沟通，所以都会有这样的问题。我们那边也是有同样的问题，所以其实现在台湾也在很努力的，就是让年轻的一代去喜欢说方言，然后也是让他们了解说以前的一些传统以前的一些历史等等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然后想办法也是要把这些文化传承下去。这个是比较挑战的，我认为会比较挑战的啦，所以就是要慢慢去引导他们来参与我们年轻人的
活动啊来参与，加入我们年轻的组织，我们才能够慢慢的灌输他们关于这些文化的历史这些。那团长，你刚刚有说到，就是青年团平常也会推动一些文化活动嘛？那有没有哪一场活动是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不只是在客家工会青年团在做，这个是我们梅里有一个各属团体，各属青年团就是9个属会的青年团一起联办，这个是一起联办的一个美味嘉年华啦，就是讲除了客家的美食，它还有其他客系的美食，我们就是一起的联办，然后就是公开的义卖会这样，然后就叫外界的人一起支持我们的那个美食，这样就是品尝各个机关的美食，然后可能会在现场做一些美食，然后就是跟他们讲解，这个是客家的美食，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食物啊之类的，就是讲解。那么我们自己梅里客家工会青年团呢，其实在今年初的时候2月，在配合新年的时候，我们有主办一个客系的青年之夜，就是青年晚宴啦，把梅里的青年聚在一起，所以我们就有办了一个青年之夜，就是200多个青年在一起。可是它不单只是客家啦，它还有客系的其他机关，例如讲大埔的嘉应五署的广宁、惠宁的这些青年团聚在一起。这个是今年比较新的活动，过去也没有主办，是今年第一次去号召200多个一起参与。不过刚才我提到的那个客系的美食，今年进入第6年了，之前都有做过了，今年是进入第6年，可能会要做比较大一点的。那我们刚刚也有讲到说，我们有准备了美食要来让团长品尝看看。那接下来我们就欢迎我们的大厨进场。我是今天的主厨之一小史汉。那这一道的话是我们台湾特色小吃之一粉浆烧肉蛋饼。然后这一杯呢是我们的传统饮品豆浆红茶。豆浆红茶呢其实它很简单，它就是豆浆加上红茶。那今天为团长送上的就是我们认为说台湾比较常喝的味道的比例。那再来这个是粉浆烧肉蛋饼。那其实呢，这道粉浆烧肉蛋饼是由我们的陈家伟老师负责制作的，所以这道料理也就让我们的陈家伟老师来帮您介绍。让我们欢迎陈家伟老师。谢谢思翰。您觉得呢？好啊，谢谢。好，没有台湾的味道，有台湾的味道吗？有台湾的味道，太好了，太好了。会比较偏甜，还是你觉得味道？味道 OK 的，味道 OK，不会太偏甜。那我们这边有几个问题想要问问看。那首先我觉得其实也是客家文化在这个地方落地生根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就是跟这个当地的马来西亚的文化也融合在一起。在这边应该大部分时间我们其实是要看到很多的马来文，然后去学着去买东西。对，那所以我们在准备粉浆蛋饼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要准备很多种可能性。那帮我拿出字板出来，要问问团长该怎么教我们怎么念这些粉，因为我们准备这粉浆蛋饼其实需要3种完全不同的粉。对，一种是素薯粉，那这个怎么念啊？教大家一下。这个是马来西亚他们的语言德邦乌比加优啊。德邦乌比加优是素薯粉。好，然后这是加一点点就好，然后还有呢？这个就要多了，这是主要的主体的粉了。德邦的另一股，然后德邦就是粉的意思。粉的意思。好，那我们再来第3种粉，少量一点点。少量一点点，总共有3种粉。那这个粉在台湾很常见，就是基本上所有的料理都会很常看到这个。跟当跟当是马铃薯，德邦跟当。德邦跟当。大家学会了吗？有很多粉。然后还有一个事情是，他们在里面还放了空心菜跟猪肉。港工是港工。那猪肉怎么讲呢？大金巴比。我们开始这边也学点菜啊，像什么拿 C 只是饭啊，对，这些都是其实蛮重要的啦。我就在这边生活。因为你们现在华人餐厅也是工人都是马来人，所以你们在点菜的时候也是会遇到要讲马来话的。其实很好的，就是我自己在这边，因为我们也搭了很多次 Grab， 然后跟不同的司机聊天，然后我觉得马来西亚在这边最有趣的事情是每个人所拥有的语言能力
都是非常多样的。OK，对，这是很有趣的事情。是当然客家话会流失，这不会是只有在马来西亚这边而已啦。就是我想在台湾其实更是，就是因为年轻人大概就讲华语为主，然后就比较不会去用到母语。那母语的重新的振作是一个很艰辛的文化工程的，可能之前都拜访一些比较耆老啊，然后长辈啊，然后他们聊更多他们在过去几十年的贡献。但是其实青年这边其实还是很重要的，青年就代表第一层连接在这个世代，然后有自己的观点。但是青年就是继续带领后辈的。对，当然他们的长辈们也很重要啦。对啊，他们带领我们，我们再继续带上去，这样。没错。好，那谢谢。那其实我觉得这样交流很棒啊，就我们也可以把这样的一个精神也带回台湾，跟台湾的不管是哪一种语言。然后不管是哪一些族群，他们再想想，可能在很多刚开始振兴的开始的阶段，然后会需要哪一些不同的人，这样。好，谢谢，请用。那我们就继续回到节目现场。那刚刚其实也跟团长聊了很多嘛，我蛮好奇的一点是，就是你们在推广这些传统的时候啊，关于传统跟创新之间，你们是怎么去平衡的？当然，我们保留文化跟精神的价值的时候，要以更活泼的项目或者活动来切进去，来推广这方面的青年团或者青年要改革，要慢慢去推广那些传承的文化，会有一些的可能，一些工会或者一些团体会有一些阻碍啦，就是讲可能在我们以前传统的一代，他们会比较习惯性在保留传统的做法，可是如果你去改革或者你去创新的，对一些人可能他们可能不了解或者不太能够接受。新一代的时候要去推动一些创新的东西的时候，就会面对一些声音哦。其实我发现，就是听来听去，好像不管是马来西亚还是台湾，都是这个样子。就是我们现在台湾也是在很努力的吸引年轻人的注意，然后让他们去投入一些可能传统的活动，或者是让他们去体验一些传统的文化之类的。你先吸引到他，他自动就会参与你们，参与你们过后，可能他已经找到他的乐趣啊。所以最主要是他们要愿意、要乐意加进来，这样你才能够整个组织才能够活跃起来。那像青年团也会举办一些像刚刚你有说的讲座啊，或者是营队等等的。那你们有没有就是曾经收到过来自参加者的一些回馈？我记得在今年初的时候，我们沙劳越客家工会的青年团，就是他们的总会，刚好今年有在这边美里做一个生活营，就是我们这边美里客家工会是其中一个协办单位啦，就是主要是沙劳越客家工会青年团在做，然后就是有教导一些客家话啊、什么礼仪啊那些东西，那个是蛮成功的一个生活营啊，因为在那个生活营过后，他们又认识到很多的朋友，然后就觉得不错，因为有些时候他们没有学习到的，在这个生活营里面他们学习到关于客家的东西，然后有认识了一些朋友，呢，他们就会想要去其他地方继续，他们参加了，例如讲好像在接下来印尼还是哪里也是有一个活动啦，就是变成这边的人也很积极的报名。那团长，你刚刚有说到你之前有去台湾旅游过，那你对台湾的印象是怎么样的？我其实去台湾好像在我去的国家蛮多次的一个因为之前我太太在台湾念书，然后我也一直有过去，然后过后也是因为我太太喜欢那边，所以一直有过去。我觉得台湾是蛮棒的地方啊，那边的人就台湾人很热情，食物也不错，人也不错。我比较喜欢吃蛋饼那些啦，我比较常都是吃到那些蛋饼啊，然后跑夜市啊那些都有去跑。那我们青年团最近还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规划或者是特别的活动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在规划中的就是挥春比赛咯，春联比赛、挥春比赛咯。这个是要给小朋友参加，就是刚才我讲的，我们希望就是传承给
下一代，所以我们从小孩子开始做起哦，就是我们办一些小朋友的挥春比赛啊、画画比赛。那就希望你们的活动也是都顺顺利利的办完。那今天就是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团长来我们家做客，我们再次谢谢杨团长。谢谢你们。那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那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记得要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并且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任何消息哦。那东马开牙后，大家来做客，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拜拜。